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罗帅宇事件啊。这罗帅宇事件最近一直是中国国内各个新闻榜中间的热搜的新闻啊。一方面，联合调查组在6月13号公布了一个调查结论啊。这个联合调查组阵容也比较强大，有湖南当地的警方，有卫健委，有中南2院啊。调查报告写的也非常详实，一共1万多字，读完都得花10-20分钟啊。另外一方面，6月14号，罗帅宇的父亲呢又发了一个声明，完全不认可这份调查报告。那围观的网民呢，我也看了一下，大部分人是不认可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的。当然，这个事件又跟过去中国很多热点新闻一样啊，尤其是围绕着当事人的死亡事件，警方公布的结果，往往会陷入到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怪圈里面啊。我今天就来讲一讲我对罗帅宇事件的看法啊。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这罗帅宇呢是四川人啊，他呢是湖南湘雅2院的一名研究生，同时也是这家医院的一个实习医生啊。在2024年5月8号，他在自己租住的小区他坠楼身亡。警方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就认定罗帅宇是自杀。他父亲呢赶到了湖南之后呢，跟当地警方沟通第一时间他也没有对儿子的死提出异议当地的医院，也就是湘雅医院呢，跟他的父亲呢就谈成了一个补偿协议，要补偿他父亲85万3千块钱，说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然后呢，这个事情就算结案了那么他父亲呢，结案之后呢，就拿回了他自己儿子的手机，也包括电脑。拿回去之后呢，打开儿子的电脑，就发现他儿子电脑数据都被删除了。然后呢，就找了一个电脑修理店，出于好奇就恢复了一下他儿子电脑里的数据。这一恢复可不得了，里头发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里头有一些录音100多段，然后呢，还有一些他记载的他平时的一些医学记录还有呢，就是说他儿子的一些银行转账记录什么之类的那么他父亲研读完儿子的这个电脑里的资料以后呢，他就发现他的儿子的死可能有问题，不是自杀，有可能被人害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儿子这些资料里面涉及到湘雅2院里头重重黑幕。据他父亲讲这几个重重黑幕呢，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他儿子里头有录音呢，就跟其他医生在讲，他这医生还有可能是那刘强峰对，切不到位，我怎么办？切掉了就把没切掉了就切掉了。那他咋后面咋活呢？他活的活不活的正常医生就看他命了是吧？他儿子就不理解实习医生你问医生说为什么这好的肠子给切掉切掉以后这不是会坏死了吗？那另外一个医生就说那没办法，没有钱。那儿子说那坏死了怎么办？那医生说那就只能看他的命了另外还有类似的这种录音的不少。那你想想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不就是说医生把患者好的肠子给切掉了那这就涉及到这医院的医生对患者实际上故意伤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涉及到他那个肾移植科的一些黑幕。3到9岁孩子，他又分3到5岁6到9岁，然后男女各3例。每个组就是6例不，男女各3例不。然后取了那标本呢有要求，有什么又是不能沾水又是不能要取什么静脉血好比较复杂。这个呢是穆院长和那个穆正南院长和谢主任牵头的，谢老师牵头的。然后呢，我是当联络员。反正你熟悉2次，你基本上就全部都会了，包括最难的小儿公众获取。小儿公众获取是比较难的。因为一个血管比较小，第二个它那个肾脏的话，它很脆弱。那就讲到了肾移植科嘛，就涉及到这个器官的移植。器官的移植这过程中间，这器官的来源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他就讲了，他儿子里头记录了一共有50例这个材料，这50例材料中间呢，他认为这里存在明显的问题，主要有2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他说所有这个伦理委员会签字那字体都非常雷同，可能搞不好根本就是一个人搞的，而且那里头关于那个所谓的资料都没审核，勾都没打，就直接就给签了字了另外他粗粗看了一下儿子的那个资料里头，其中有一个供体是一个小女孩提供的，姓吴，这小女孩只有14岁，按道理来讲她的器官捐献应该是她的家长来签署捐献器官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书嘛。结果呢，他留的电话打过去根本不姓吴，是一个姓谢的人。
那就不正常了，对不对？你姓谢的人跟这姓吴的小女孩啥关系啊？根本就不是他的亲属啊！这你看到了，是涉嫌倒卖器官。然后他这里头还有一段录音也讲到了啊，说是好像那孩子还没有脑死亡，不是这姓吴的啊，就把人个器官给摘了。说那你这想想太黑了，对吧？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涉及到什么呢？说是涉及到洗钱。说他儿子啊，在这个湘雅2院一共当了3年实习医生，结果呢，这医院里头给他打了40多万块钱，打了40多万块钱呢，那实习医生肯定挣不了这么多钱嘛，对不对？只是一点补贴嘛。后来这大部分钱又转回到了护士长那儿。那你想想，从他父亲角度来讲，你这钱打到儿子的账户里头，然后呢，儿子就把钱转回到护士长，不正常啊，像洗钱呢，对吧？于是乎，他把这些资料整理完之后啊，把那录音呢就变成了文字版啊，一共1100多页。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他开始举报。他举报的内容主要有2项。第一项要求湖南警方重新调查他的儿子的死因。儿子有可能不是自杀呀，有可能是被黑恶势力啊，湘雅2院的黑恶势力的人给害死之后从楼上扔下去的。第二个方面，他就利用儿子电脑里的这些文件夹里的文件，向当地的有关部门去举报，要求调查湘雅2院。恰逢啊，这去年10月份啊，这湘雅2院有一个恶魔医生叫刘祥峰啊，就被审判了啊。这恶魔医生刘祥峰，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啊。2022年的时候被人举报给抓起来了。一般的医生啊，大家都知道啊，干点缺德事儿，主要是领点这个医药代表的回扣。但是这刘祥峰的缺德那是登峰造极，他不是说就拿点这个回扣他也照拿呀。那生理盐水就那么便宜的生理盐水，他都收回扣，收了20万。他这个回扣一共收了354万啊，也是很大一笔钱。但是这刘祥峰啊，他丧心病狂的是啊，他实际上是把正常患者、正常组织，人家根本就没有坏掉的组织，他给人切掉了。你比如说，这正常的一个脾肾，还有那胰腺，他给人切了；还有那不是这个癌症的患者，他说人有癌症，让人上化疗，让人做手术，这就太缺德了，对不对？所以后来刘祥峰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7年。那么罗帅宇的父亲就说，他的儿子是为了举报刘祥峰这个违法犯罪的事实，遭到打击报复，有可能被人给害死的。但是他举报这1年啊，不太顺利啊。这当地的警方呢，就还是认为就是你儿子就是自杀，所以给了他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书。后来他有行政复议，行政复议之后呢，还是维持原意啊。然后他举报的内容呢，据说也是石沉大海。这就是刚退回来的，刚打开，家人们看见没有？出来了，看，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多得很，里面太多了。到了今年5、6月份啊，他的父亲就在网上公布了一些录音。这些录音公布到网上之后，那这个网民一听就炸了啊！那一看他太黑了，说什么这肠子切掉之后就正常的，就看那患者的命，对不对？每个人不都是潜在的患者吗？听完之后舆论滔天，就当地没办法，重新组织调查组，在6月13号公布了这个调查结论。当然他父亲还是不认可啊。他把眼镜摔碎了，然后他还跑到楼顶上啊！他本来可以直接就掉下去了，他可是在一个水池里面，他还翻过一个水池，水池下边一个孔洞，70高分的孔洞，从这个70高分的孔洞钻出去，他去跳楼，什么解释？这合乎逻辑吗？那么围绕着这个调查结论呢，我来讲一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首先第一点，罗帅宇是不是自杀？或者说他是不是被别人杀了之后从楼上给扔出去的啊？我个人认为呢，警方的调查结论还是靠谱的。就罗帅宇呢，应该说还是自杀身亡。最主要的理由就是罗帅宇的父亲呢质疑他儿子死啊，是说他儿子当时啊从楼上掉下去之后啊，掉了一个4米远的地方，又反弹起来到了7米远，这不符合常理。我看了一下当地警方啊公布了一个重建现场的这么一个视频。我觉得重建现场这个视频呢，还算是比证据比较扎实啊。最核心的证据就是罗帅宇啊，他当时自杀的那个楼顶上啊，距离地面有48米。那距离地面48米，他跳楼的那个位置呢，先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区域，你爬过一个1米多的这个围墙，进到这个区域里面，
进到这个区域里面之后呢，从那里一个小洞爬出去再跳楼。最重要的物证就是在这个区域里头，警方没有发现其他人的鞋印儿。这个鞋印儿呢，只有罗帅宇的，没有其他人的。那你其他人如果要推罗帅宇下去的话啊，那你显然你得进入到这个区域里头嘛。这个警方没有在现场发现到其他人的痕迹，而且呢，这罗帅宇呢跳楼的那个洞啊也很大啊，大多数人都能钻过去啊。哇，这个房间可以吗？可以脚可以踩啊，来，这个可以OK 啊。那么相反，你要推下去反而不太容易啊。那么这里头最核心的疑点就是说，他跳楼啊，能不能跳到4米远？就坠楼坠到4米远，然后坠到4米远之后呢，还反弹之后反到7米远，这是他父亲最核心的一个疑点嘛。我看警方的解释啊，也算是比较合理。他说，其实啊，这个楼有48.92米高，非常高啊。那么如果它坠落地点要坠落到4米远的地方，显然是不太可能通过空气阻力来实现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跳楼的时候有一个初速度，这个用数学一算就出来了。这个初速度呢，就是每秒1.26米，每秒1.26米啊，这个时候啊，恰恰证明他其实是自己跳楼的，而不是其他人扔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警方在这里的解释的还是比较有说服力啊。就是如果要是你把他杀了之后再扔出去啊，这个时候一般人他往前的初速度反而非常小。因为你如果是这人已经死了，你扔出去，他重心只要超过那个楼，他就掉下去了嘛。那么多数情况下是人纵身一跃往前有一个加速度，他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警方呢，其实在法医学里头也讲到了，如果这初速度大于每秒1米的话，一定是人自身往前一跃，而恰恰不可能是其他人把他杀了之后往出推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警方的这个现场还原的解释呢，也是比较清晰的啊。然后呢，网上当时传言说是在这个他自己啊宿舍里头有一些打斗的痕迹。他把眼镜摔碎了，然后他还逃到楼顶上，没有打斗的痕迹，可是他的衬衣2颗扣子削走。我们去最后我去看他的时候，扣子是掉的。然后我们在他的壁橱里面，他的橱柜里面发现了他的挎包里面2.5W 的线米。那警方也公布了最新的证据啊，说没有打斗的痕迹。这里面他那眼镜坏了啊，是有一个陈旧性的损伤，就是眼镜老早就坏了，它不是因为别人打斗导致眼镜片破碎的这个现场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警方公布的就是这个重建现场呢，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我不太明白的一点啊，就警方重建现场这个信息啊，在调查报告里没有。调查报告里头，他之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或者很多人这个不信呢，是因为他讲了什么呢？他讲了说罗帅宇啊，说这个2023年就跟别人讲了，说不想读博士了，不想读博士了之后啊，他说再读博士就得跳楼了。他说你看这个人很早就有轻生的这个念头了啊。这个其实是弱证据。为什么是弱证据呢？很多医学生看到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时候都说，他说哪一个读医的学生没有产生过跳楼的想法啊？都产生过啊，因为学医太苦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你要是说你作为他自杀的证据，那就太弱了。所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重建现场的这些信息啊，它没有体现在调查报告里。这调查报告呢里头只讲的这个弱证据，这个重建现场的信息是一个江宁婆婆这个警方的这个账号里公布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是警方的一个失误啊。那么合并着综上的信息呢，我个人觉得警方公布的另外一个信息呢是较有说服力的，就是这个罗帅宇啊，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他讲了300多名学生里，他排名200多名啊，在肾移植科这3名学生里头，他最后1名，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考过医生的职业资格。你没有考过这个职业资格考试啊，你就不能行医啊。而且呢，他论文应该在2024年的4月份就递交了，他也没递交，那么说明什么呢？这罗帅宇啊，很可能就是学业不是特别好，硕士不能按期毕业，同时也没有考过医师的职业资格，对他构成了重大的这个打击。最后呢，可能啊这种压力作用之下啊，这个年轻人自杀了啊。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啊。那么呢，
罗帅宇虽然说大概率是自杀的啊，但问题的更大的背景就是说，他的那些举报材料里，他的电脑里头那些资料里头，到底是不是存在着特别严重的问题？那我觉得罗帅宇的父亲也说的对呀，如果他儿子是自杀的，你湘雅2院为什么要给他们家补偿85万3呢？你医院怎么这么有钱呢？就算你有钱，人自杀你也没责任，你为什么要给人补偿85万3呢？这个就是确实是需要湘雅医院来解释啊。你既然没有任何责任的话，你为啥要给他们家补偿85万3呢？那在我看来，这湘雅医院一定是有责任。这有责任这里面啊，咱们来分析分析啊，到底有哪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涉嫌洗钱这方面。那调查报告里头也讲了，说是湘雅医院在他3年期间里头，往罗帅宇的账户里一共转了33万，其中29万又转回到护士长的账户里头去了啊。结果人家他父亲当时就打脸了，在6月14号，包括今天上午又公布了信息，把他儿子的转账记录都公布了，他儿子一共收来的这个所有的钱，那个信息明细都给公布了，不是33万，是40多万。那你这个调查报告就不仔细了啊。更重要的是，你这个一个公立医院，你为什么要把钱转到罗帅宇的账户里，再转到护士长这个账户里头呢？那很多医生都出来说了啊，这其实就是为了避税。他父亲呢公布的这个他儿子啊纳税的记录里头，我也看了，一共3年，从21年啊到23年这几年啊，他把这钱转到他自己的账户里头，他以他个人的名义去报税去了。这报税的额度确实是比较低啊，大概综合算下来，大概可能也就是3%左右。我给他算了一下啊，那么这个税再转回到护士长的账户里，护士长据说再拿去给其他人分。一个公立医院竟然造小金库，为了避税，竟然利用一个研究生的账户里头就搞这种方式，这是犯罪啊，这是违法呀，对吧？如果你不用罗帅宇的账户里搞这种事情，你可能医院面对当时罗帅宇自杀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这么大害怕呀。罗帅宇一死，牵扯出来你巨大的问题呀。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这医院是逃不过干系的。现在警方的调查结论只是说问责，在我看来，问责这个东西可轻了，这不仅仅是问责呀，这是违法呀，对不对？那你国家里头你处罚的那些企业家，你说人偷税，你就把人抓起来，你还远洋捕捞，那为什么你公立医院里头这些财务人员、医生，你这个偷税漏税，那为啥不抓起来呢？更何况，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查一下，这到底就是说为了避税的一个简单的处理做法，还是真的是这个医院里建立的一个账外账小金库？因为它是特别明显是在肾移植科。肾移植科大家都知道啊，涉及到供体的这个供应啊，受体的肾移植手术啊。那这个肾移植手术大家都知道啊，虽然我们国家规定的它是一个自愿捐的，但现实生活中你能找到自愿捐的这个肾移植的供体吗？你找不到嘛，都得花钱搞嘛。那花钱搞这里头，很多医院里头其实就是有账外账，有的是医生自己搞，有的是科室搞。那么这几十万块钱到底是普通的为了避税搞的，还是因为肾移植科特殊的这么一个器官买卖过程中间搞的呢？这个在我看来，其实这个调查报告里并没有讲清楚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涉及到那个录音里头，这个调查报告里头讲了，说好多没有说清楚，说什么是搞了8万，说是实际上是不是搞了8万，是搞了个包块等等啊。但是最重要的有一条他没有讲啊，就是人家那个当时不是说了吗？说那一个好的肠子给切掉了，坏死了，那就是说能不能活着看着患者的命了。他说这是什么？说那个医院自己啊在内部讨论这个病情的时候说的话。讨论病情的时候你也不应该这么讲啊，你能说患者的死就看他自己的命了吗？没有讲清楚。我想广大围观群众对医生在你后台复盘的时候这么讲也是没法接受的。当然了，有人说啊，因为这个信息啊它比较残缺，你不知道前因后果，也不知道怎么讲的。但是你调查报告里也没讲啊，你也没有把整个过程给复盘了呀，对吧？这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就是他这个调查报告里涉及到器官移植的这部分，他讲的太简单了，他只是讲了50例案例是罗帅宇啊，当时啊，基于业务的工作的时候
从那个国家的一个数据库里把它拷贝下来的。他说这些查完之后都是可溯源的，来源都合法，程序上都没问题。那我想问一句，那中国的所谓的地下器官买卖，那些买卖的这个供体里的器官，最终移植给的那些患者身上的时候，它在程序上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合规的？肯定也是啊。那你只是简单的一个程序上合规，能证明这个供体来源合法吗？能证明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买卖吗？不能吧，肯定是不能吧。虽然说2015年啊，中国已经不用死刑犯了啊的这个器官供体了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在合法的器官捐献范围之外，的确存在非法的器官买卖这样的一个市场，这是客观的吧？你去到中国的裁判文书网，你都能查到因为器官买卖所抓的那医生判的刑。别说别的了，2022年，因为台湾这边等供体的时间比较长啊，所以台湾有一个医生就组织了10名患者到中国大陆去搞肾移植，最后这个医生啊获利是1200万这个台币啊，不少啊，200多万人民币啊。被告等5人涉犯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2条、第16条有偿仲介器官移植及银行法第125条非法办理汇兑业务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陈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6年。检方表示，每名病患肝脏移植花费500至750万元，肾脏移植花费300到350万元不等。多数人存活时间却仅有2-3年，甚至有人移植失败不治，或回国1周内就过世。那我想问的是，那这10名患者到中国大陆做手术，他们的那个程序合不合法呀？你这个供体合不合规呀？肯定也是合规的呀。我怎么没有见到中国大陆针对台湾的这起把医生抓起来判刑的那个案件，中国大陆对应的把配合的医院那些人抓起来啊？没见到啊。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供体的资料一定是合规的呀，没人管呢。所以你50个这个资料合规，在程序上本身不说明任何问题。这一点我觉得罗帅宇的父亲啊说的对，你应该公布这50个你受体的所有的死亡记录，家属的那些主张捐献的法律文件，你为什么不公布啊？对吧？当然你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你把个人隐私的信息抹掉啊。更何况了，当时他父亲里头讲到了那个姓吴的供体，那个信息你也没回应啊。这女孩姓吴，他父亲也姓吴，结果呢留的电话姓谢，你怎么解释啊？那你这个姓谢的人跟这姓吴的供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更大的黑幕可能是在这里头，但是这一部分警方没有认真调查，换言之，警方可能也不太懂。警方在调查罗帅宇是不是自杀这个方面，他很专业，但是在医院是不是存在着所谓的黑幕这一方面，他可能真的不太专业。他看到这些信息，人家给他打开了，就你看这国家这个什么供体，这个器官捐献这个受体网，这个排队的这积分的这什么东西，一看这很规范，警方就拉倒了。但在我看来，真正需要深入调查的是这一部分内容啊，而这部分内容在这次的调查报告里头并没有涉及。那么这是我讲的关于罗帅宇事件的这3个最重要的这个疑点啊。那么最后一点，那么罗帅宇事件为什么会引起公众这么大的恐慌加愤怒？实际上湘雅2院这刘香峰事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刘香峰事情如果不发生在湘雅2院，我相信罗帅宇这个事件即便是发生了，很多人可能也不会怀疑他自杀的这个死因，也不会怀疑他举报的内容，因为刘香峰所犯罪的这个事实啊，它超乎了人们一般的想象。你想一想，我刚才讲了，一般的医生了不起就是你去拿点回扣，对吧？给你开点没有用的中药，这是顶了天了。但是刘香峰干什么？刘香峰是吓唬患者啊！手术过程中间把患者扔到那个手术室，然后出来之后拿着手机拍了一个视频，就跟患者的家属说人要死了，看到了吗？人马上就死了，你看这里头胰脏也破裂了，膀胱也破裂了，都得切掉。这个时候家属就吓坏了，他就拿出这个一大堆资料让你切，各种各样的手术，各种各样的一个治疗方案，然后要把这个切掉，把那个切掉，要花很多钱。最后的调查结果
法院认定有6起实际上根本不具备手术指征的这个患者，都被他给做了手术，有的是给切掉了肾，有的是切掉了膀胱，有的不是癌症患者，当着癌症患者切完手术之后做化疗。大家都想想，医生悬壶济世，是救治患者的，这个底线是什么呢？你不能伤害患者。但是刘祥峰仅仅就是为了手术过程中间赚钱，把一个根本没有病的患者，把人正常的器官组织给切掉，那这不就是恶魔吗？这个我想在全世界的医生里头啊，我们都难以想象会有这样的人是中国的一个公立医院里的医生，这真的是超越人的想象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刘祥峰的犯罪，他不可能是一个人单独做。你比如说，他伪造那个患者，说是这个患者肾结石，那个肾结石这石头哪来的？没有手术室的护士跟他一起配合，他能完成这个工作吗？得有人把这石头放进去，对不对？放在手术台子上，然后假的就说这是肾结石。那我们想问了，刘祥峰的案件就抓了刘祥峰一个人，那护士长，那巡回护士为什么没抓起来啊？配合他一起犯罪的为什么没判刑啊？还比如说，他经常把人患者的那个说没有癌症的人就说成有癌症，那他得有病理切片报告吧？病理切片报告那得有病理科的人配合吧？说这个人就是癌症了，那病理科的人也没有抓起来判刑啊。整个刘祥峰的犯罪，在襄阳2院一定是有一个团队跟他一起作恶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呢，就只有刘祥峰一个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7年。那我很多人就自然就问了，那谁在保护刘祥峰犯罪团伙其他的人呢？那有些人就说了，刘祥峰这个犯罪团伙后面可能还有更大的背景一直在保护他。那么之所以保护他，那不就是防止罗帅宇这样人举报吗？所以你现在的调查报告里头说，罗帅宇当时跟刘祥峰之间交集很少，我也承认交集很少，就在那龙岗的1个月嘛，对不对？而且罗帅宇他的这个所有的举报资料里，或者是他电脑资料里头，其实最核心的指的不是刘祥峰，刘祥峰是急诊科的，而这个罗帅宇呢，他是在肾移植科的，他的这个资料里头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肾移植科的。但是由于刘祥峰实在是太超越人们的想象了，太超越人们的底线了，所以人们更愿意相信罗帅宇是因为举报刘祥峰，最后遭到打击报复，然后呢被推到楼下去了。如果没有刘祥峰这个恶魔医生，罗帅宇这个事情大家也不会坚定地站在他一方，宁愿相信一个没有确凿事实的猜想。是因为刘祥峰这些事情实在是让大家没办法接受，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里，竟然能有这样的人。所以啊，在我看来啊，罗帅宇或许啊他可能是自杀身亡的，但是刘祥峰也包括罗帅宇啊，他所揭示的中国医疗团队背后所存在的问题，那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而且这个问题并没有因为刘祥峰一个人被判刑而得到彻底的改观。正因为如此，这罗帅宇的死才成为了公众聚焦的焦点。那么现在这份调查报告，在我看来仍然没有触及到这个背后最核心的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罗帅宇的死到底是不是自杀，根本不是这个事件中间最核心的因素。你们不需要在这里头花费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证实，当然证实也有价值啊。更重要的是刘祥峰医生背后所呈现出来的那一片烂污的医疗现状、医疗黑幕。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我相信其实公众对整个医疗界已经失去的信任将会彻底的崩塌。这才是罗帅宇事件应该引起全社会最重要重视的部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这个关键点吗？
叫备胎啊，来，这个可以这都可以啊，备胎啊，来。好，对，切不到我们或者切掉了之后，没切掉了就切掉了。那他咋后面咋说呢？他不在活不活了就生病了，就看病了是吧？这个孩子他要分3到5岁啊，6到9岁，然后男女各3例。每个组就是6例不，男女各3例不，然后。